大家早。其实也不早，现在已经8点多了。OK，我是金明。你们今天下班是怎么下的？坐捷运还是跟我一样塞在快速道路上面？OK，不管在哪里，总之，先深呼吸一下好吗？就是吸气，呼吸，然后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用个10分钟的时间，把这个繁忙的夜晚稍微增添一点轻松的粉红泡泡。这样讲会不会太恶心了？嗯，就你们想想看嘛，我们每天都在干嘛？其实就是闹钟一响，手一滑，来3分钟，然后跳起床，帮小孩换衣服、刷牙、找外套、穿制服、整理包包、拿便当袋、冲出门，每天都在赶着走。其实更像是被时间逼着不断做重复的事情，就像被捷运门轻轻一夹，那个门一关上的瞬间，我们又滑进了每一天的日常里面。没有不好，只是好像一切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看似我们能控制，但是我们却无法。而今天我想做的呢，就是简单的把这5分钟重新命名成一个全新的仪式。那你们可能会问，到底仪式是什么？仪式感是什么？拍照、香氛和手冲，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说的仪式可能更微小一点点，更简单一点点。它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提醒，就好比说代表，我们不是为了什么准时，而是为了要准心，就是帮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定锚的一个效应。把表带上去的那一刻，不光是我们好赶快出门的那个想法，而是好今天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安安全全的回到家。差别很小，可是你会感觉那一种心里面就跟那个戴上表的瞬间一样，一卡就进去开始今天的生活。你说，可是大家现在都戴智慧表啊，我知道，我也会用智慧表，就是我也有 Apple Watch，我在提醒你站起来、喝水、回讯息、心率，甚至半夜你做噩梦，它都知道你哪一个时段的心率特别的快。但是它怎么讲，就好像少了一份温度，少了一点这一分这一秒的味道。那当然，他很擅长管理我，但是他不见得懂我。相反的，一只机械表每天慢个5秒、7秒，甚至是35秒，甚至隔几天你还得重新上链。你说麻烦吗？对啊，一点点。可是就因为那一点点的麻烦，我们才被迫在早晨按下手指和时间开始握手，说一声早安。所以当我出门前在做一件超慢的事情，唯一啦，就是说除了等咖啡滴以外，我就会把这个时候我就把表拿到窗边，稍微上个链，然后看看那个秒针。嗯，你们觉得这样子很奇怪也没关系，但是 anyway 就是在那个半分钟的时间，我可能会问自己2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工作要怎么走，今天的生活要怎么走，今天可不可以稍微再慢一点点？我说的不是懒惰的慢，而是把呼吸慢慢整理好的那一种慢，不是把每一分钟塞满，而是我们把每一分钟都活满。那说到这边，还是一样来个我们的频道的仪式吧。请大家多给一点点自己的灵魂，按赞、订阅、开小铃铛。那我觉得这个系列就是啊、这个系列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命名它了，就是它不会教你怎么让时间变更快或留住时间，但是我觉得会如何更有感觉吧。一样就是聊表、聊时间、聊设计、聊一些日常的心理小知识。那你可以把我当成那一杯还没喝下去的第一口咖啡。当然，如果很难喝的话，你们可以吐掉。OK，不一定提神，但是应该会有一点点味道。OK，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早晨通勤5分钟的仪式感，让手表提醒你不要只是上班。那我准备了5只我觉得很轻松、很有感觉的手表。那它们不是最贵，也不是什么多炫的表，但是它们就是会在我扣上表带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把我跟生活的轨道扣在了一起。OK，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时间这个东西啊，它从来就不只是数字，你们知道吗？对，它是数字，但它也不只是数字。古人研究太阳，研究月亮，水滴成流，做了漏刻，就是我们像沙漏啊、水漏。那钟摆开始摆动，人类把宇宙的节奏搬到屋子里面，真正把时间绑在手上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我们。
人类从工厂的鸣笛声、铁路的时刻表，从时间变成一条河，变成一把尺，变成诗，变成规格。那20世纪的腕表呢，变成了我们现代人的工艺的图腾啊，士兵要很准时，工程师要很精准啊，白领族也要很可靠。那在那个精准之上呢，藏着不同时代的一些美学的密码，包含德国的理性、日式的诗意、瑞士的经典、70年代的那些工业浪漫，或者是30年代的飞行梦。每一只表都是一个年代的缩影，一段文化的啊、声音。那到了我们这一代，时间变得更为云端了嘛？大家现在手机、笔电、手环，甚至是智能戒指、行事历，把每天切成一格一格，通知声此起彼落。我们好像随时在线，但又好像随时被时间拉扯。那心理学说，注意力就是生命力，你把注意力给了谁，你的生命就被谁给定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可以触摸的节奏器，所以让我们从资料回到真正的心跳。那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手表，因为你得把手伸出去，你得在手上多一个重量，你得扣表带，你得听到那个细微的咔嗒的声音，那些微小的那些摩擦是我们跟世界重新对齐的一种玄学嘛。而当你低头看那个秒针走动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想起，就是说时间不要每天只是这样子去追时间、追生活，而是时间可以被我们拥抱。如果我们真的拥抱得住，我们能够活得满，那就不会觉得过快，我们就不怕乱。OK，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5只表来看一看，我觉得对于你生活中可以抓到的5个节拍点。OK， 那第一支要讲的呢，就是 Normos 的这个 Tangent。我觉得它是理性写给灵魂的一封很棒的情书。OK， 在德国的这个萨克森，清晨空气稀薄，苏格拉底小镇就像一张描图纸，线条一条一条的展开。Tangent 的表情，我觉得就是那种线条最简单的几何图，纤细的字体，对正的，几乎的让人觉得很苛刻。你会感觉它好像很冷，可是当你把它放在手机里面翻转，它就像是钢笔、墨水在纸上慢慢的铺开，就像包浩斯说的，形随机能而生。Normos 则补了一句，不但要有功能，也要有温度。我觉得这只表，它的味道让人觉得那种很安静的那种，告诉你就是你要很整齐，但是不一定表示你要很快，但是你可以更精准的对准我们所在乎的事情。Tangent 很像一把竖摆的一直尺，提醒我们把今天的线要画得更直更稳，并且我们要给时间给呼吸留下空白。那理性不是为了变得更硬，而是为了让情感不迷路。OK， 那这是第一只表。那第二只表我想要介绍的是这个 Seiko 的 Presage 的 Cocktail Time。我觉得如果 Normos 是素描是炭笔的话，那 Presage 差不多就是鸡尾酒的水彩。OK， 那它的放射纹在阳光里面不光是闪，而是一种晃动的感觉，就很像是调酒师最后用那个 bar 的那个匙轻轻的在液体上面一搅，那个液面上引起了这个细小的波纹。日本美学追求的那种侘寂，美的重点在于它不完美，美在一个瞬间。OK， 这是侘寂大家很通俗的一种理解。那我觉得 Cocktail Time， 我觉得都像是在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帮自己倒了一杯可以慢一点的许可。你也会发现，原来时间它有一些香气，清晨的麦芽，金属边缘的凉意，衣袖摩擦表面的那种细声响起。那有人会问它准不准？准，当然准。因为我觉得它让你更珍惜的是，它会让你记得，我不是在看时间。OK， 上班的路上秒针只是你的节拍器，1、2、3、4，推开门，跳一下，今天就是一个好喝的开始。所以我觉得Seiko Presage 的 Cocktail Time 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然后其实讲真的，你真的戴表不会去想什么准不准，因为其实像你可以左手戴机械表，右手戴智能表，那你只要用右手边的看时间就好，左边只是一个装饰品。OK，anyway， 第3支呢是 Hamilton 的 Khaki Field。那我觉得它就给了生命中一个很温柔的代号，就是把平凡变成了一个行动。
把 khaki 带上就很像是把今天变成一个任务日一样，阿拉伯数字轻松一览无遗，对吧？那夜光涂料也很清楚，那布织带也很贴合手腕，就好像连阴影都在说准备好了没有，带着他的绅士带着铁路与准点战地的可靠，不光是华丽，而是到得了。而那一种真正的动力，对我们心中的那种暗示，就是我们早上不是被上班抓走，而是我主动出发。那一种心理学里面讲的叫内控感，就是主动的人遇到塞车会换一条路，而被动的人会怪天气。而 khaki feel 则每天提醒着去吧，去走一走，走一步就会有下一步。那你会发现，同样是办公室，同样是键盘声，你带着这样的一只表走，我觉得会打字很有节奏感，就很像完成一个任务清单，而不是只是被今天要做的事情给吞没。那平凡也可以很英勇，也可以很经典，就很像是行动代号，完成就好，不一定要追求100%的完美。OK， 那接着第4只表呢，我们要讲到的是 Tissot PRX Powermatic 80。那我特别就是要讲的就是 PRX， 我觉得它是在我心里面刚好是属于冷到刚刚好的那种，又带一点点温度的设计。整体设计一体成型的这种钢链带拉丝抛光两种质地在交错着对话。那表盘的格纹很像是城市的街区，很像是每一个 block 边界非常清楚，节奏很利落。那它来自于1978年的这个 prototype。那当时因为崇尚工业未来主义，那大家相信结构学，相信次序，相信金属也可以很有呼吸感，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这只表在讲的是复古怀旧。我更觉得 PRX 的复古是回到经典的自信。你在捷运车窗里面看到自己的反光，而表面的一束光就很像是老相机快门往下压，咔嚓的声音。它不会叫你走得多快，但它让你走路是很有步调、很有步幅的。而在每一天都要更新的世界 ，PRX 提醒我们的就是有些东西它不一定要更新，基本上只要耐看，在设计语言里面保持一定的低音鼓，就让日常的背景音变得更浑厚、更安定。OK， 那最后一支呢，则是这个 Longines 的 Spirit。我觉得 Spirit 在戴上手的瞬间，会有一种人生有希望的感觉。它就像是把飞行梦收纳进日常的一个天空。1930年代的那种航空精神的延续，有大数字，有清晰的刻度，稳定的读时，这一些都是为了功能，而不是为了炫技。是在风里面也要能够清楚看清楚时间这件事情。而我最喜欢它把远方翻译成节奏。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飞越大西洋创造世界纪录，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忙碌之中穿梭，躲避了这一些乱流。而 Spirit 就像是在心里面有一个高度表，今天再忙也要飞在自己的高度上，今天再急也要带着自己的稳定度。而当秒针每次跨过12点，你可以在心里面跟自己讲，我们要更稳，心情要更静。这不光是口号，是一种生活的节拍。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会飞要成就要飞得多高，我只是讲是心态上面。但我觉得就是保持一种刚刚好的心态，是这一只表让我觉得很有感觉的地方。OK， 所以我们把今天5只表放在一起看 ，Nomos 的 Tangent， 然后 Seiko Presage、Hamilton Khaki Field， 还有 Tissot PRX， 还有 Longines 的 Spirit。你把这5只表依序排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Nomos 代表了理性。Presage 的 Cocktail 代表了诗意， Hamilton 代表了行动， PRX 代表结构，而 Spirit 代表高度。每天的早晨，你想要哪一个声音大一点，就选哪一只。我觉得表不光是装饰，是一个调音器，是个节拍器，不光是身份，而重点是我们佩戴的人才是那个总指挥。所以很多人会说，你讲那么多这些狗屁肉麻的话，那机芯呢？那才是手表的重点吧？对，没错。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机芯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机芯是人类工程学里面最浪漫的一件事情。你们去想一颗不到3公分的这个机芯的这个心脏里面却有数十个、上百个零件，然后每一个齿轮都在彼此咬合，每百轮每跳动一次，都很像是心脏告诉你我还在。你们去想想看，我们的生活
有多像这个机构，一环扣一环。如果转得太快，生活就会崩溃；但是转得太慢，你生活就会停掉。那手表的精准不是天生，而是靠人类慢慢去调教出来的。OK，Nomos 用的是自制的这个 DUW3001的机芯，基本上这个机芯非常轻薄。OK，Seiko 用的是6R35，OK，那就是很稳定不浮夸。Hamilton 的 H10 呢，基本上跟 PRX 的 Powermatic 80呢，他们是留着同样的血脉，稳定，然后有80个小时，你的时间它帮你撑着。那 Spirit 则是有这个 COSC 的认证机芯，几乎是非常精准的误差，不是零误差。那不光是技术，也是一种自我要求。你要飞得高，但并不代表飞得高你就要飞得乱。OK， 那这些机械表就提醒着我们，生活可以电子化，但是心还是要用自己最适合的步调去跳动它。我们不一定要完美，但是一直走一直走，这样就很好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你说除了我们每天这样做设计改设计以外，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枯燥乏味。对，但是你后来就会发现，其实对于案子我们都放下成见，那种设计师的偏执，对于事情完美的那种苛求，有的时候放过自己比别人放过你还要好。OK， 那当然讲到这边，我们就来讲一个现实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要花多少钱，好吗？Nomos 的 Tangent 呢，大概是6万台币左右，$2000美金上下。那 Presage 大概是$450美金，大概台币15000左右。OK，Hamilton Khaki Field 则是大概$650美金到$800美金，所以大概就在21000到24000可以买到。OK，PRX 则是大概$700多美金，大概是在750吧，大概23000上下，你也可以买到。那 Spirit 则是最贵，今天最贵的，大概是台币要8万块，美金大概是2400美金，也是今天就是最顶级的手表。当然它的机芯也是配的是最好的。OK， 那我觉得这5只表从1万多到7、8万不等。我觉得重点就是说，你们在买的不是一个品牌 logo， 而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器。我觉得有人会花10几万买一个疗愈的课程，那有人会花500块买一个静心的一个香氛机。那我会说，你每天戴在手上的机械表，它每天都在帮你上课，教你怎么样跟时间共处。所以我常常觉得手表市场就好像是音乐市场一样，有流行音乐，有爵士乐，有古典乐，有电影主题曲。你不一定要听最顶级、最高雅、最昂贵的那一首歌，但是你可以找到让你呼吸对拍的那一只表。OK， 表一定不会升值，表的定价是随着通膨去成长的。所以当你发现表好像变贵了，其实是整个生活都已经变贵了，整个持有生活的成本都变高。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单纯的去看时间这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的心变得更柔、更稳定，那就已经是最好的报酬率。OK， 所以我这一次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单单探讨说我们到底该买哪一支。我会觉得说，你对于生活你喜欢的节奏是什么？因为手表它不光只是身份的延伸，而是一种你对于美感或者是品味或者是生活里面的一些状态的反射。那如果你是那些重视细节、喜欢结构干净的人，你可能会很爱 Nomos 的 Tangent， 它给了你秩序，给了你平静，就好像心里面的线条都被理顺了。那带它一天，基本上讲话都很变质一点点。那如果你们是那种比较感性、比较焦虑一点的人，我觉得想要保留一点点自己特殊的节奏，那我觉得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Presage 的 Cocktail Time， 它会让你在忙碌中想起生活的那一些香气，即使世界再吵，时间也是柔软的。那最后呢，如果你们是行动派，或者是很有责任感，你要表现出你对这件事情是很积极的。OK， 那我觉得 Hamilton 这个 Khaki Field 就是给行动派，它不夸张不花俏，会让你在觉得我撑不住的时候，这只手表它还是很稳定的，带着它的 H10 的机芯告诉你不要怕，继续走。那股力量不是外放的，而是很内敛的那种勇敢。OK， 那再来是 PRX Tissot， 就是我觉得现代人矛盾的优雅。当你白天在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Excel 的时候，那你晚上却在逛着老旧的黑胶唱片的市集。白天你在讲的是 KPI， 晚上你正在醒红酒。那 PRX 就有点像这种分裂，
它代表了70年代、80年代那种结构力学，跟人们对于工业化的那种浪漫的想象，而现在带上它，有复古的味道，又很有结构感，很像生活多了一层钢铁般的诗一样。OK， 那最后则是 Launching the Spirit， 它是给那些心里面有着远方，有着我觉得有点像旅行者，有点像是对于生活有希望跟念想的人，也有可能是心灵的冒险者，也有可能只是每天通勤，但是你的灵魂每天都在飞，而 Spirit 会提醒着你，不要让生活的云遮住你的天。我常说，就是选表就很像是生活的一种节奏。你现在想要慢，想要稳，想要硬派，想要柔，想要远行，那些表都可以帮你去翻译当下的那个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永远都相信，就是戴表的人其实都在学习着跟自己的选择做对话。那讲到这边，如果你们刚好也正在塞车、塞捷运、跑步、抢计程车，赶计程车不是骂脏话，OK， 那你带着表，耳朵听着我讲，眼神可以稍微放空，我觉得那很好啊，因为就是这一刻你们才感觉到，你们为了自己真正能够呼吸的那一片空白而拥有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今天带的是 Seiko， 带的是 Rolex， 你的表快5秒还是快50秒，都代表你有在往前走。这支影片我想传达的并不是说今天哪一只表最好，而是怎么样让生活慢一点点。那这是一种选表的方向。那每天5分钟的仪式感，你不一定要在咖啡馆啊，可能在捷运的车厢调手表上链，你看着表的玻璃的反光的那个瞬间，也有可能是你在上链的时候，那个小小的机械齿轮的声音，就很像是生活在跟你说，我还在你旁边陪着你。所以下次戴表的时候，大家不要只是看时间，别让它只变成提醒你上班的一个工具，而是当你在上班的时候要去思考，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班上的让自己更有幸福感一点点，要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不论表贵跟不贵，它都留不住时间了。当然，它会帮你记住那些曾经的自己。所以我希望你们在每一个滴答声之间呢，都能够听见一点点的呼吸声，一点点的勇气声。时间不是我们的敌人，它也不是每天要催着我们走的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很爱念你的老妈妈。OK， 他是你的朋友，他有呼吸，有勇气。只要你愿意走一步，他就会陪你踏出一步。OK， 所以大家珍惜好彼此，用庆祝幸福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愿我们玩表都能玩得很开心，那也活得比表更准。OK，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